2026年秋天，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蓄势待发，无折痕巨屏颠覆性设计，这场迟来的革命能彻底重塑折叠市场的格局吗？与此同时，老对手华为却在2025年的年末风波不断。孟晚舟悄然卸任终端公司董事，一篇本该励志的新年致辞，竟然在全网掀起了蛆风暴。从民族英雄到滚回加拿大，仅仅4年的光景，风向就彻底的逆转了。当韭菜觉醒，爱国税无人买单，华为多年苦心经营的民族情怀营销，最终迎来了反噬。这场信任崩塌的深层转折，将把华为推向何方呢？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主持人岳音。苹果正在推进它的第一款折叠屏 iPhone， 目前的进度比外界想象的要快。根据12月16号披露的最新消息，按照既定计划，这台设备会在2026年的秋季正式亮相。而在苹果内部，它被视为历来最复杂的一个 iPhone 项目。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产品，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到了2027年的秋季，苹果1年内计划推出的 iPhone 数量将从现在的5款扩展到至少7款。而在这个逐渐铺开的产品结构里，折叠 iPhone 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一个核心。在形态的选择上，苹果没有延续市场上已经成熟的方案，它采用的是横向书本式大折叠。展开了之后，萤幕的宽度明显大于高度，视觉比较更接近一台小型的 iPad， 外形尺寸约 5.3 英寸，内屏展开后达到 7.7 英寸，大小比较接近 iPad mini 的尺寸。从这里可以看出，苹果传递的讯号很清楚，它想卖的是可携式平板体验，而不是单纯的折叠噱头。为了实现这样的结构，显示模组使用了多层特种材料，康宁与肖特提供核心玻璃方案，三星独家负责超薄玻璃生产，蓝思科技与伯恩光学参与部分组装，试产主要是由富士康在中国观澜工厂负责。在这个项目中，苹果最花时间的部分其实不是萤幕的尺寸，而是萤幕中间的那一道线。因为苹果的目标不只是要降低折痕，而是让这个折痕消失。为此，整个的铰链系统完全由苹果自研，内部包含液态金属组件和定制化的应力分配结构，可以选的材料包括钛合金、不锈钢与碳纤维。其实重点不在于材质的本身，而是在于长期开合后的稳定性。内部对于铰链的评价只有一句话：结构很强。当然，时间的压力也是真实存在的。为了确保2026年的交付节点不被打断，苹果已经调整了内部优先顺序。原本同步推进的折叠 iPad 项目被暂时的推迟了，相关的工程师转去支援折叠 iPhone。但市场层面的挑战依然是存在的，因为定价预期偏高，外屏尺寸也未必就能讨好所有的使用者。不过，苹果并没有试图在第一代产品上就解决所有的问题，它更看重的是能否在生态内部建立一套稳定的多任务和跨设备体验。如果把时间拉到2027年的秋季，整个节奏就会变得更加清晰了。因为在2027年，苹果计划推出 iPhone 20周年纪念版。这款设备将采用前后曲面玻璃外壳，实现真正的全面屏设计。萤幕延伸到边缘，黑色的边框会被彻底的移除了。这可不是单纯的外观更新，而是一次对 iPhone 形态的重新定义。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苹果的股价是一度转涨，最终小幅收涨是 0.2%。分析师的预测则是更加直接。折叠 iPhone 可能推动整体市场成长 30%， 而这还并不是因为折叠本身有多新，而是因为直到现在，这个市场还没有等到那个真正把方向定下来的玩家，而苹果正在接近那个位置。与苹果的新闻形成对比的是，华为在2025年的年末传出的则是一连串密集却也更耐人寻味的讯号。什么讯号呢？
在此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划算的好消息，是什么呢？我们一直大力推荐的，而且经常卖到断货的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在圣诞节期间推出了超级优惠。有一个观众写信来说，他这次下单买了很多，送给他的员工作为年终福利。他说以往他都是包红包的，但今年他改成送红海参了，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好身体、好精神。而且他自己还要再囤一批货，因为上次断货以后他2个月都没有服用。他长期睡眠不足导致的口腔溃疡非常严重，这次货一到，他立马服用，2天就不疼了，第3天伤口全部愈合。这个产品是由当地的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红海参不仅能够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够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这个红海参修复饮的成分 90% 是深海野生红海参，还有 10% 的韩国名贵红参和纯天然的蓝莓原液，做成了口动口感，完全没有腥味儿，小孩大人都喜欢，特别适合圣诞新年送给家人和朋友。圣诞节期间，也就是在12月15号到1月12号期间，除了享受85折优惠，在美国地区购买红海参还可以享受以下的赠送优惠：购买2盒，每盒30条装，或者是1盒60条装，赠送1小盒参片；购买4盒，每盒30条装，或者是2盒60条装，赠送2小盒参片；购买6盒，每盒30条装，或者是3盒60条装，赠送1根黑参。赠品的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在这个充满祝福的季节里，愿健康能陪伴您和家人度过每一个平安幸福的日子。红海参修复饮不只是礼物，更是一份心意。祝大家圣诞快乐，新的一年身体强健，精神满满。第一个变化是来自人事，时间点大约在12月12号前后，孟晚舟现任了华为终端有限公司董事，不是发布会，也没有内部信，只是悄悄地出现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里。与他一同卸任的还有郭平等高管，终端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交给了余承东。看起来像是一次正常的轮换，但名字一旦写成了孟晚舟，那么这个事情就很难只是被当作流程了。自从2018年加拿大事件之后，孟晚舟在华为的角色早就超过了具体的职位，他既是管理者也是符号。目前他仍然是华为集团轮值董事长、副董事长和首席财务官。官方的说法很克制，说这是内部治理优化，让他把注意力放回到集团层面的战略与财务。什么意思呢？翻译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前线太忙了，后方也需要人。但偏偏呢，他卸任的是终端公司，负责的是手机、穿戴、耳机这些离市场情绪最近的产品。销量好不好，热度在不在，二手价涨还是跌，都会第一时间反映在这里。所以问题很自然的就浮了出来，这次调整会不会和业绩有关呢？再来看看产品这条线，故事就更有画面感了。2025年 Mate 80系列发布，首销数据是非常的漂亮，官方给出的增幅在 90% 到 140% 之间。发布会的那几天，气氛那是相当的热烈，高端市场的份额一度领先苹果。但是镜头之外呢，还有一个不太喜欢被提起的地方，那就是二手市场。以 Mate XT 3折叠屏为例，官方的定价是2万元，上市初期炒价一路飙到了3到4万元。感觉那时候手机不像是手机，更像是理财的产品，是不是只是热度退的也是很快，等市场冷静下来，一些 9.9 成新的机器价格就已经跌到了13699元，比官方的价格还要低，手机又重新变回了手机。其他的 Mate 系列也没能完全躲过这个过程。Mate 60、70系列的二手价是持续下滑，Mate 60 Pro 加已经跌破6000元。
于是，一个略显反差的画面出现了：一边是发布会上的热烈数据，而另一边则是二手市场的快速回落。在这个时间点，终端公司董事席位的变动就很难只被当成一次普通的人事调整了。接下来出现的第二则消息，则明显越过了公司的边界，直接就进入到了公共舆论场了，而且方式之突然，几乎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反应的缓冲。事情的起点其实只是一篇新年的致辞。12月12号，作为华为集团轮值董事长的孟晚舟，按照惯例对内发布了新年致辞。他在文中引用了月黑见鱼灯，散作满河星这句诗，用来形容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个体微光彼此照亮的状态。本质上仍然是一篇典型的企业内部激励文本，既没有具体指向，也谈不上情绪外放。按理说，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样的内容往往只会在员工的邮箱或者是内部平台中完成它的使命，然后就悄无声息地被下一封邮件覆盖。但是这一次呢，文本没有停留在内部，随着截图与视频被转发到公开平台，短短的几天之内，这篇致辞就在 B 站、抖音、X 等多个社交媒体上迅速的发酵。而舆论的走向呢，几乎是与原意背道而驰。相关的评论区出现了高度一致却极具攻击性的反应，而且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情绪宣泄式的翻车现场。有人在评论区写下“恭喜孟晚舟女士荣获区称号”，这个刻意使用的谐音的称呼，用区指向区，意涵不言自明。也有人直接留言要求他别再窜访中国，滚回加拿大，语言粗暴，立场鲜明，几乎不留任何讨论的空间。在这样的语境中，曾经被大量舆论称为全民女神的人物形象，迅速完成了一次极端的反转，从被投射、被仰望，变成了被围观、被指责的对象。如果我们再把时间轴拉长，这种反差会显得更加的刺眼。回顾2021年的9月25号，孟晚舟乘坐政府包机从加拿大返回深圳的时候，机场是灯火通明，鲜花欢呼，热泪盈眶的感谢伟大祖国的场面，被官媒包装成了民族英雄凯旋的盛宴。那一刻，它是国家意志的象征，民族情绪的载体。可是短短的4年，风向竟然是180度的大转弯。同样是回家，为何就从欢迎英雄回家变成如今的全网发区了呢？在中国的消费电子市场，华为曾经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它不只是卖手机，而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同时承载了技术自豪、民族情绪和时代叙事。对许多的消费者来说，选择华为并不完全是一个产品决策，更像是一种立场表态，一次带着情绪重量的消费行为。但问题在于，情绪是会被用完的。随着经济环境转冷，消费预期下调，以及产品本身开始被放到放大镜下反复检视，华为正在面对的已不再是单一维度的竞争压力，而是一场来自消费者层面的信任回撤。而这场回撤，某种程度上正是他自己长期积累的结果。过去多年，华为几乎将品牌与国家叙事深度捆绑，从孟晚舟事件到晶圆制裁，每一次外部冲击都被成功地转化成了内部凝聚力和市场动员力。支持国货逐渐从一种选项被塑造成了一种道德的姿态。虽然从来没有人明说不买不是中国人，但是那根看不见的道德绳索始终是悬在消费者的头顶的。在这套叙事中，价格不再只是价格，而是态度的成本，溢价被合理化为承担。甚至在任正非与孟晚舟本人都在使用苹果产品早已不是秘密的情况下，而这套逻辑依然被反复强化，最终让大量的消费者心甘情愿地为一种被包装过的爱国感买单，支付的还是远高于理性评估的价格。
但问题在于，民族情感一旦被当作长期可兑现的资产来使用，就必然面临着反噬。当经济开始下行，当收入增速放缓，当每一笔支出都需要反复权衡，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一个此前被刻意忽略的问题：爱国本身是神圣的，但把爱国变成了一门昂贵的生意，本身就是对爱国主义的透支啊！于是，消费者开始反问自己了：为什么要为一套民族叙事支付额外的成本呢？尤其是在遥遥领先却始终语焉不详、处理器参数被刻意模糊的情况下，这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营销方式逐渐的被看穿，就是一种利用信息差的信任收割呀。与此同时，另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那就是华为几乎无法容忍批评的舆论环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中文的网际网络上，对华为产品提出任何具体而技术性的负面反馈，无论是发热、卡顿、价格过高，还是系统兼容问题，都很容易的迅速偏离产品讨论的本身，演变为立场审判。抱怨 Mate 60掉帧，可能就会被质疑不爱国；指出体验问题，甚至会被指责收了美金。这种高度粉圈化的防御机制，最终带来的不是忠诚，而是窒息感。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意识到，花7、8千块买一部手机是应该让自己成为上帝，而不是请一尊祖宗回家供着，更不是在评论区接受爱国审查。当消费行为被强行政治化，当体验反馈被解读为立场问题，理性的消费者的选择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离开。更讽刺的是，那些被用来证明硬核实力的营销表演，无论是手机扔进火锅，还是万里高空信号展示，并没有真正解决用户在日常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反而让不少人产生一种被当作观众，甚至被低估智商的感受。而鸿蒙系统生态不成熟、bug 频出的现实，也在这种不允许质疑的环境中被进一步的放大。当消费者开始拒绝情绪勒索，重新要求一场平等的买卖关系时，所谓的舆论霸权反而成了加速信任流失的推手，而价格策略则是压垮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华为在高端市场的定价早已是全面对标，甚至超越了苹果，但在核心性能上却始终存在着无法忽视的代差。这种价格向上、体验未必同步的错位，让不少的消费者感受到的不是高端，而是一种被俯视的姿态。品牌叙事中频繁出现的是高层次圈层、成功人士、商务精英，宣传片里的人物往往是开着奥迪，穿着行政夹克，喝着茅台，而最早一批支持华为的工薪阶层，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排除在目标用户之外了。在经济下行、失业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这种议价策略显得尤为的刺眼。华为试图依赖对参数不敏感的中老年市场来维持高价体系，但这种建立在信息不对称之上的精准收割，边际效应也正在快速的衰减。年轻一代开始介入父母的购买决策了，强调性价比与实际体验，而中老年群体本身换机周期长，而且增量有限，根本无法支撑持续高昂的研发与品牌成本。当消费者开始认真地对比参数时，问题就变得更加具体。在华为与苹果的旗舰对决中，晶圆性能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限制。受制于美国制裁，华为无法获得先进制程设备，导致自研麒麟晶圆在工艺节点上明显的落后于苹果 A 系列。以2025年 Mate 80系列所搭载的麒麟9030、9030 Pro 为例，与 iPhone 17 Pro Max 的 A19 相比，在 Geekbench 等基准测试中，性能差距达到了 128% 到 350%。这种差距直接体现在游戏体验与 AI 运算等高负载场景中。于是，那个原本被情怀掩盖的问题，终于被正面提出来了。为什么要用旗舰的价格去购买一颗明显落后的晶圆呢？观众朋友，
苹果的折叠屏已经蓄势待发，而华为则正在经历管理层变动与舆论的风波，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正在重新洗牌。您认为折叠 iPhone 的到来会让市场格局彻底改变吗？而华为又能否在高端市场找回昔日的光环呢？快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吧。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